你们将执行跟男兵一样的标准。重点了，调整呼吸。还有一点老兵的样子吗？高原反应把我所有的激情打磨没了。特别是我们女子飞行班即将展开实飞。拐动3，拐动3，各单位注意，02-10号飞机准备启动发动机。好。5、4、3、2、1，加油！发射之地，随机准备，打开。好，准备好了。3、2、1，起。切换全定向天线。对于炮兵部队来讲，无人机相当于炮兵分队的眼睛，能够从真正意义上实现料敌先机、探敌千里，是现代战争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摄像机安装牢固，接插线连接正确。拐动3，拐动3。主要负责对飞机的线路进行检查，飞行前对飞机各项性能参数进行检查。发射前置点无松动。好。好。特别紧张，怕它不能就是顺利的发射。很激动啊！所有的工作都是你去检查、你去负责的嘛。哪一点出了问题，你就要全负责，就害怕做不好。切换全定向天线。2M 码是否有效？电航灯关，舱门关。拐动3，拐动3，电池开关已打开，人员已撤离，是否可以启动发动机？各单位注意，02-10号飞机准备启动发动机。收到。拐动1，拐动1，02-10号飞机已做好一切飞行准备。5、4、3、2、1，加油！第一阶段野外驻军即将开始，我们作为驻战火力主战旅担负的备战演训打仗任务更加繁重，特别是我们女子飞行班即将展开实飞，充分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战场不分男女，
岗位召唤需求。现代战争中，对于无人机这种心智作战力量的运用，就选拔人员而言，学历越高，心思越细，操作越精，越符合这种岗位要求。而无人机飞行班这批女兵，恰恰都具备这些特点。我小时候就生长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部队从小就有一种向往，所以我选择了到西藏来当兵。无人机有一些零部件它很重而且很大，所以在训练间隙的时候，我们会主动要求增加训练量，以此来缩短和男兵之间的差距。我从小在上海长大，然后我父母看我看得也比较紧，所以说也没有一个人单独离开过上海。从小就比较喜欢看那种特种兵的电视剧，自己一定要过来体验2年。月到，去。是。我们的集合标准是多少？报告30秒。你用了多长时间？1分20秒。还有一点老兵的样子吗？这么多新兵同志看着，能不能有点表率作用？班长，到，出力。是。你好好看一下你们班，现在这个状况，能不能完成此次飞行任务？我看选。我前2天在训练场上还看到有些同志竟然在训练场上涂的那个防晒霜一层又一层的，你是过来选美的吗？从明天开始，你们将执行跟男兵一样的标准，我看你们能不能教你们。还是比较严厉的。作为女兵和一名战士，那必须得严格要求执行。你要是把他脸涂得花花绿绿的，那我必须得收拾你。马上到终点了，调整呼吸。我们单位的3公里的那个跑道嘛，有一段是爬坡的，每次跑到第2圈，快2公里左右，已经不想跑就想放弃了。高原反应把我所有的激情打磨没了。刚来的时候，高原反应特别严重。今年是我来部队的第5年，部队的日子比地方上是艰苦的，对于女孩子来说，就是很多地方不方便。老妈，哎，你最近咋样啊，老妈？我最近挺好的，你嘞？我现在到这边就3公里跑的不得行，都18、19分钟。然后下个礼拜还有野外的体能考核，然后贼怕拖大家的后腿。老婆不让你去那么远的地方，你不听就不算选择去那里。妈妈相信你。好了好了，你别说了，我给你挂了，拜拜。拜拜，多保重。拜拜拜拜拜拜。疫前训练测试3公里的时候，我是跑12分多。来到西藏这边，然后因为高海拔，体能化不怎么跟得上，一直都是18、19。到，去。站起来看。你知不知道你今天用了多少？加油！还有一个老兵的样子吗？班长，到，你看一下。加油！去。马上到终点了。还有一个老兵的样子吗？现在这个状况，你是最后一名。没来当兵之前嘛，我是很容易退缩嘛，有的时候会想过放弃，然后但是我们就是童年兵嘛，然后都会一直鼓励我，然后当时就觉得也是我想象中就是大家就是拧成一股劲的那种感觉，会想着一直坚持下去，就很为自己自豪，然后也觉得自己克服了遇到困难就会退缩那种毛病。你是最后一名。妈妈相信你。加油！马上到终点了。
我们的战友来自五湖四海，很多年龄都很小，直接从大学踏进军营。我相信也很多战友也是第一次离开家人，来到这个地方应该相互包容、相互体谅。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一起去面对，一起去承担。我们最亲的人就是我们身边的战友。入伍之前我在上大3，然后当时家人挺不支持我来当兵的吧，就是也是想借这次机会向他们证明一下我可以。主要是我们在远火操作的时候吧，它一个固弹架就有20-30公斤重，这对我们体能要求很高，所以我们几个就想着报考特3，来证明一下我们自己是可以胜任这个岗位的。但训练起来比谁都拼命，不肯服输，看到这么有胆气、有毅力，我们很受感触。战场不分男女，任务当前，必然首先是要完成使命，不畏强敌，不畏艰辛，勇挑重担，敢当先锋。这是我们女子远火排点名前必喊的口号，也是他们的心声。我也相信，他们的军旅生涯能够走出不一样的精彩。我们整个系统是由哪几个部分组成啊？由书记来回答。整个系统分为6个部分，分别有飞机、地面控制车、发射运输车，反复的去操作，反复的去练习，然后每次练习完下来之后，讲评的时候就找出不足，再去练习，就反反复复。什么时候自我才能跟教导的奔跑？那可能还要咱经常练。5号明白，5号与上报开始支援。明白。分了2个班以后，也有了竞争，有了对比。而作为一名老炮长，我觉得我带的班一定不能比他带的班差。作为一名新炮长，我必须要在2个月的时间内把所有技能学会，带领全班跟老炮长带的班 PK， 难度真的很大。但是并没有人说我接触时间短就一定不能拿第1，我们就是要争第1，我的成绩就是要比你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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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装固弹架考核要求在2分半以内完成。新兵连的时候，我是唯一一个不及格的，现在1分半绝对能搞完。起初3公里也不是很行，没有什么技巧，我就跟着男兵后面跑。以前最快也要16分多，现在12分多就能回来，没有什么捷径，就是得练。走流程训练。去年我在预装参数倒计时的时候，特别容易忘记按取消，导致炮长显示器会卡死。今年我特意做了个小卡片，提醒大家不要和我一样犯这个错误。大家都没什么顾虑，特别坦诚。我也因此学到了很多操作上的小窍门。我记得以前当到结算老是出错，我都不明白错在哪，然后大家就一起帮我分析那个出错的原因。所以我现在当到结算的速度啊、准确性都提高了很多。刚来到连队的时候，我们对女兵的训练是比较照顾的，但是女兵坚决要求一视同仁，不需要照顾。在训练过程中，她们体现的训练热情非常的高，也取得了很不错的训练成绩，这让所有的男兵都刮目相看，对他们竖起了大拇指。今天晚上好好睡觉好，没事呀，没有多大问题，因为我们平时训练很扎实什么的，不要怕。我也希望明天我们的10飞能够特别的顺利，完了之后大家可以去吃好吃的，好好的睡一觉，休息休息。带着五彩轮，从今走天涯，女儿17、8，金灯焰火下。他们在训练的时候能够严格要求自己，不怕苦不怕累，是一名英姿飒爽的女兵。但是在平时休息的时候，他们又是温柔可爱。
架展开到位，前联航次装置一切正常，火花3毛安装牢固，发射角度调节完毕。拐动3，电池开关已打开，人员已撤离，可以启动发动机。各单位注意，02-10号飞机准备启动发动机。是的。拐动1，处置正常，是否可以起飞？可以起飞。拐动1 02-10号飞机已做好一切飞行准备，是否可以起飞？可以起飞。倒计时5、4、3、2、1，点火。拐动1，飞机已开始降高。拐动1已移降回收。收到。然后当时特别紧张，怕它不能就是顺利的发射，感觉很突然，一下子就出去了。这次飞行任务圆满、顺利、成功，有效地检验了女子飞行班的实飞能力和实战能力。平时叠伞的时候，我就特别想看降落伞打开时候的样子。开心的是，实飞那天，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从互相竞争到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进步，我们在这些女兵身上不仅能感受到血性担当，更能看出她们不屈不挠的坚定意志。下一步，面对新装备、新战法的挑战，相信她们一样会凭借顽强的作风，为旅队战斗力建设注入强大动能。小伙伴们，我今天可以再出了。你们有没有什么好吃的要带呀？啥？快说。奶茶。200块的鸭头。200块，太多了带不动。面膜呀，镜子啊，你们啥不要？啥不要？把超市搬。我叫苏比艾赫买提，今年22岁，我家在新疆土木舒克市。现在我从塔里木盆地来到了青藏高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高原战士。其实2018年我还是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为什么要来当兵呢？又为什么要来西藏当兵？你也想问吧？我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长大。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上学，每天早上叫醒我的不是妈妈的早安吻，而是驻守在家附近部队的早上的呼号声。我对军人的记忆，对部队的向往，也就是从那时起在心中生根发芽的。现在我终于圆了梦。有人说，理想很圆满，现实很骨感。这就是我刚来西藏的真实感受。那时候真的很辛苦，我的部队驻扎在海拔3700米的地方，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参军出发的那天。当时我们从西宁往上走，海拔一直在升高，我头疼的都要炸了，一晚上都在高反。那一刻，我特别的想我妈妈。现阶段正是我们高原女子飞行班备战专业训练、强化专业技能的关键时期。
即便是大拿的我们，也不会放过任何一次训练的机会。飞机组装、设备检查、指令循环、螺刹修正、飞机吊装，无论是任何一个动作，我们都严格要求，确保整体训练进程不出现问题。在高原上，高强度的训练对于一个女孩来说真的很累，但是周围很多人都在和你经历同样的事情，大家都在坚持，你为什么不坚持呢？感谢我的战友们一路走来的陪伴与坚持。大家都会说，在这里不要把自己当女孩子，也不会有人把你当女孩子，我们每个人都一样。还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大家一听自我介绍就说我是新疆的小姑娘，肯定能歌善舞，而我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每到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就自己边哼边跳。现在我已经是我们部队的名人了，我不光把新疆舞跳给了我们班、我们连，还跳到了山南地区贫困县。每次表演完，藏区群众都夸我，新疆姑娘跳得真好看。而我自己也有一个小小的愿望，能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我的舞蹈跳给更多的战友，更多的藏区群众们。雪域高原，我的第二故乡，雄伟的山峰，特有的文化，淳朴的人民，我愿用我的实际行动践行当兵的初心，守护好这片美丽的土地。我们家孩子苏比阿麦提，最小的时候也是他爱学习爱努力，我不操心他的学习。我女儿当兵去了以后，我们每次给他打电话联系的时候，我给他问，孩子你们身体咋样？我孩子女儿，妈妈不要担心，我们现在还可以很好。上了复旦大学，考了复旦大学去了，我们也特别高兴。后面上了1年以后，他想去当兵，那就我给他说你自己选的，我们也认真自己一下。我们看了他的视频，我特别高兴，我们孩子特别聪明，还是特别坚持。我的女儿特别优秀，苏比好样的，苏比我爱你，加油！